大家好，我们是慢好频道，我们会分享能帮助投资朋友的实用讯息，善用这些讯息可以加速您达成财务自由的目标。俗话说，师傅引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能否学以致用，举一反三，依认真程度、风险承受能力、执行力而定。我们期待您能在股海中越赚越多，越来越好。容我们拜托一下，如果您在我们分享讯息中有所收获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支持慢好频道的长期发展。期待我们慢好频道能陪伴着大家，一起在股海中获利共好。倘若您是第一次到访我们频道，希望您可以将这部影片全部看完，理解房贷套利系列的完整逻辑。如果您是慢好频道的老朋友，这集您可以看到投资现况说明后，再善用影片时间轴功能，观看您比较感兴趣的重点，节省您宝贵的时间。这集影片，我们用自己实战的案例来解说，解密江纪元老师富人不说的搬钱方式，无本滚出200万 ETF 爽领被动收入的方法。我们存股套利系列，用360万的抵押房贷，20年期的案例来示范。我们也用江老师30年期案例来解说，怎么无本滚出100万 ETF 部位，爽领被动收入的方法。如果您对影片中的说明有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我对每则留言都很用心回复，期待能帮助投资朋友在财务自由的道路上有事半功倍之效。我们期待慢好频道投资朋友能及早做好投资规划并动起来，快快做，快快错，快快改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，善用复利的力量，提早实现财务自由的目标。江老师 1.88% 贷款利率，是2015年时空背景。以现在的时空背景，我身边朋友为例，朋友11月申请下来的利率是 2.4%， 已经是不错的利率了。目前除了新青安，最低的房贷利率就是 2.185%。我中信贷款利率从2021年的 1.35% 一路升息到现在的 2.29%， 即使是 2.29%， 仍然是值得借贷的。我们用江老师套利逻辑，慢慢说给大家听。江老师申贷200万元，利率 1.88%， 在2年宽限期内，每年要缴交的利息费用是37600元，每月利息是3133元。江老师用他独特的波段操作法，在15年中国股灾背景下，以中信金18元的价位，购买了111张中信金，总共投资200万元。不看价差，这111张的中信金，当年配股 0.81 元，而现金配息也是 0.81 元。111张中信金现金股利有9万元，股票股利市值有16万元，股利价值总共有25万元。宽限期间，只需缴交利息，1年利息费用只需37600元，25万元股利减掉3万8的利息钱，1年可以套利21万多。可以说在2年宽限期间，不管股利配发多少，只要股利超过37600元，就有套利空间。这里做个小结，近期持续发酵的限贷令，宽限期的申请越来越困难。即使过去可以善用宽限期套利，但是现在限贷令时空下，只有名下仅一户的家庭才有机会使用宽限期。以前可以5年宽限期满，准贷再继续下一个5年宽限期也被禁了。宽限期套利方法，多数投资朋友应该没法使用了。如果您是少数还能使用宽限期的投资朋友，可以善用我们影片分享的宝贵资讯，使用宽限期套利。江老师用贷款金额200万，贷款年利率 3%， 贷款期间30年期的案例，计算出30年的月付金是8432元，接着试算30年总还款金额是303万，30年还款期间，利息需要支付103万元。蛮多人会卡在利息费用103万，103万实在很恐怖，103万我要存多久？然后就会想要有钱就还本金，最好是越快把贷款还清越好，无债一身轻。不过，倘若您有静下心来慢慢计算，月缴8421元乘以12个月，等于 10.1 万元。我们把 10.1 万元除以200万元，等于年息是 5.06%。所以说，如果您把贷款借来的200万元，投资在一个年息能稳定有 5.06% 以上的工具，每年的股利就可以缴掉房贷的本金加利息，只要30年贷款期限一结束，这时您已经还清房贷了。30年利息103万，都是股票股利帮您缴的，利息钱多少？其实根本一点都不恐怖，不过知道的人才知道，不知道应该还是会卡在迷思里头。我们在房贷存股 EP15 集有案例示范，借贷多少不会来套利， CP 值是比较高的。倘若是200万部位，暂不需要认真研究所得税影响。倘若套利部位超过1000万，或许可以考虑使用节税的美债 ETF， 又或者使用高股息的 ETF 工具，利用借券的方式将 ETF 借出去，如果成功借券出去，大概率也可以成功的节税。这里我们不再深究节税操作，如有兴趣，请参考房贷存股 EP15 集。看完还有问题，我们再来讨论。
回到主题，由于贷款的30年贷款期间都是用股票股利来缴房贷本息，第31年后，每年可以产生的10.1万元股利，全部都是您赚到的了。也就是原本每年去缴房贷的10.1万，都将变成您的被动收入。而且再过来，您投资这200万元的股票部位，也不一定会还是200万。这200万的股票部位，30年后会成长到多少？其实也非常有想象空间。假如这200万元股票部位年增长超过 5.06%， 代表股票部位缴完年息 5.06%， 股票部位还会成长，或许会成长到400万，甚至是800万都是有可能的。以上是姜老师在影片中的说明，分享给愿意认真研究的投资朋友。这个方法虽然慢，但是操作上并不困难，策略清楚了，可考虑的操作工具我们也做个建议。高股息 ETF 我们先推荐00713跟最老牌的00556，免税债券我们推荐曼尼舒曼大布局的 00937B。 我等下会用自己实战案例来说明我的房贷套利操作现况。先背景说明一下，我使用中国信托房屋抵押贷款，由于抵押的是30年的房子，房子本身产值并不高，所以只能用土地价值申贷出360万，最长也只能申请20年期。如果可以申请30年期，整体操作起来对我而言会更加的容易。当时我拟定一个3年的投资计划，我2021年6月取得贷款，当时股市大概在17000的位置，处在台股高基期的位阶。当时我对总金跟库存循环的掌握能力远远没有现在的水平。我不知道股灾什么时候会来，但是我知道一个脉络，也就是每3年左右的时间，股市就会有一件大事发生。比如2008年金融风暴，2011年欧债危机，2015年中国股灾，2018年中美贸易战，2020年的新冠肺炎，2022年美国通膨失控，是不是每3年左右的时间，股市就有一件大事发生？所以我设定用3年投资周期进行布局。这里就是曼大亲身实战的案例，我用自己实战案例跟大家分享姜老师房贷套利的逻辑，确实是可行的。我示范资料使用10月31日结算资料，我申请360万20年期的房贷，利率现在是 2.29%， 本金加利息1年缴交22万2422元，加上地震火险费用每年1626元，年缴本金加利息是22万4048元，投资本金是335万元，每年产生股利22万4048元，需要殖利率 6.69% 才能做到。我使用零成本纯股法的自主 ETF， 估算2024年股利殖利率有约 7.4%， 今年股利可以领到 24.8 万元，足够支付2025年整年本金利息 22.4 万。我通常会在年底时一次设好定存1到11个月定存，每个月自动解开1包定存缴房贷，每年比放在活存多1000多元利息。这小动作利息钱虽不多，但每年可多喝不少免费咖啡，也是生活中一点小确幸。另外，我这个账户没有在质押，所以会将股票借券出去，一方面赚利息，另一方面借券部位股利有机会节税。借券利息计算到11月已领到21244元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有好朋友每周请您喝2到3次星巴克，这该是多么好的朋友。只要动动脑筋，股票可以是请您喝咖啡一辈子的好朋友。我用自主 ETF 达成 7.4% 的殖利率，平时每年多出来的股利部位，也可以继续存股，让部位越来越大，股利也会越来越多。这就是巴菲特说的，只要找到够长的坡道，找到够湿的雪，雪球就会越滚越大。我的房贷存股账户的股票股利，现在已经可以自动滚起来了，股利完全可以缴清整年度的房贷本息，在16年半。这个目前市值585万的股票就全部是我的了，并且每年还会带来 24.8 万的被动收入。我在存股套利系列有说明，虽然我零成本存股系列多数选到好股，但是高股息类股的涨幅拉长时间还是打不赢市值型 ETF 的。我的需求是用股利缴房贷，并不是追求报酬的极致，所以我不会因为打不赢0050的报酬就对策略不满意。有完成使命就值得开心。回顾刚刚姜老师的案例，投资200万元的股票部位，30年后不一定只是200万。这200万的股票部位30年的成长是非常有想象空间的。我存股实战含息获利这3年已有251万元了，这里的含息不是股利的股息，是借券跟定存的利息。所以我们360万借贷存股部位目前变大到585万的市值。我这360万的借贷存股部位 16.5 年后究竟有没有机会挑战翻倍，其实是非常有想象空间的。善用房贷套利，贷款期限不管20年还是30年，期限一到，您将赚到全部股票的价值，而每年的股票股利也将全数成为您的被动收入，可以说是一兼二顾。看完我们的实战操作，还是必须提醒投资朋友，投资理财有风险，不是稳赚不赔的。我们有经验，
所以知道如何做到高胜率套利。至于没有套利经验的投资朋友，需要认真勤做功课，多研究，慢慢思考自己风险承受的能力，做好计划再动起来，才能获得不错的成果。这里说明一下，为什么现在不是房贷套利好时机。2个重点跟投资朋友分享。第一个重点是用股利缴房贷，股票得买在低基期的位置，股利殖利率才会比较高。比如我们今天解密的姜老师，是在15年中国股灾背景下购入股票。我们知道，当时满地都是高殖利率低基期好股票，而我是在22到23年的时间点陆续买入，当时也是满地高殖利率低基期好股票。我们知道，台美股市通常是以2牛1熊或者3牛1熊的态势在前进，也就是2年牛市1年熊市，或者3年牛市1年熊市。这波股市从22年10月探底之后，从当年11月起涨，台股一路从12629点起涨，一路涨到今年7月突破24416点，现在已进入牛市的第3年。我们应当保持戒慎恐惧的心态，但也应该知道，下波中型股灾其实也不是太远了，毕竟股市也已经涨2年了。耐心等待股灾的同时，可以认真研究慢好频道，做好规划，准备迎接房贷套利好时机出现。以耐心等待好时机来临，是我们要说明的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是，现在不容易申请到好的房贷利率。由于限贷令的影响，房贷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，房贷利率已经喊到 4%， 这时候不容易申请到好的房贷利率。等限贷令风头过去，房贷利率回到正常，或者您可以申请到 2.3% 低利房贷，比较适合考虑用房贷来套利。今天的影片内容丰富，曼大来帮您做重点回顾。第一个重点，富人不说的搬钱方式，5本滚出200万 ETF 爽领被动收入的方法。使用房贷套利的逻辑是正确的，妥善使用，借力使力，将加速扩大您的财富。第二个重点，深贷30年，存股套利的难度将大幅降低，所以能贷30年期，就一定要使用30年期，甚至是40年期会更容易存股套利。第三个重点，虽然现在并不是房贷套利的好时机，但是要知道市场每3年就有大事发生，妥善规划。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，只要您准备好了，好时机一来临，您就可以果断的进场布局。这是慢慢变好越来越好频道，我的座右铭是，助人是最好的生意，行善是最好的投资。期待我们分享的资讯能对版友们有所帮助，在漫长的投资道路上和大家一起慢慢变好，越来越好。如果您在影片中有所收获，请不吝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加分享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期待每期节目都能与您相遇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影片内容是我个人经验分享，并不是投资建议，投资操作需小心，请投资朋友审慎评估，盈亏自负。